复制东亚岛国的新兴国家，深度解读奥布发展史，机动战士高达系设定解说。奥布联合首长国，也称为奥布联合酋长国，是一个位于地球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的新兴国家。该国家成立于C1宇宙世纪之前的第3次世界大战重组战争末期，当时全球早已步入由石油枯竭和环境恶化所导致的经济崩溃危机，迫使世界各个区域的国家组成了国家集团来应对这一场危机。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，随着不同的国家被合并和重组，越来越多的种族和宗教矛盾不断涌现，进而矛盾加剧，促使了各种武装冲突，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在多个地区引发了战争，从而迅速发展成了影响全人类命运的第3次世界大战。接着整个世界就形成了数个以地区乃至大洲划分的政治势力，而这其中包含日本列岛在内的整个东亚这个地区，也是在这场战争的过程中就合并成了东亚共和国。与此同时，有大量的人员从东亚流出，前往了南太平洋。而当这些移民来到新几内亚以东的所罗门群岛这个地方后，便利用自身所掌握的资源和技术，建立起了新的国家。而这个新建立起来的国家，正是前面提到的奥布联合首长国，其国家简称为奥布。在这之后，第3次世界大战重组战争走向结束，这个在南太平洋新建立起来的国家，跟其他世界新格局下诞生的国家一起，就这样步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 C1宇宙世纪。作为南太平洋岛国的奥布，其领土是由一座本岛和周边多个大小不一的小岛组成，这些岛屿全部加起来的国土面积则略小于东亚地区的台湾岛，其中本岛亚拉法斯岛的面积占了奥布国土的绝大部分，而该岛的中央和南部有相当一部分面积属于是火山地带，并且有一座名为哈乌梅亚的活火山，可为奥布提供足够多的地热资源来发展工业。剩下的在火山山脉周围还有多处平原地带，由于这几个平原地带均延伸到海岸线，因此这几个平原地带很自然的就成为了岛上人口的聚集区域，对未来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先天条件。尤其是位于东南方向的平原地带，不但平原的面积最大，还有适合作为深水良港的巨大海湾，因此这个平原地带就成为了奥布发展首都的最佳选择。而除了本岛亚拉法斯岛之外，其周围还有数量众多大小不一的岛屿可供奥布开发利用。在这些岛屿里面，开发条件最好的便是南部的玉能奇吕岛，该岛跟本岛亚拉法斯岛有些类似，也有一座活火山可供地热资源方便开发，并且在玉能奇吕岛附近还有辉夜岛等4座岛屿，这4座岛屿可以跟玉能奇吕岛一起开发相关基建设施，特别是整个奥布国土处于地球赤道范围，比较有利于开展航天方面的工程建设，这在人类进入宇宙大开发的背景下将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。而剩下拥有活火山的岛屿则还有小之岛，不过该岛的面积较小，可供开发的地方较为有限，唯一比较突出的特点是该岛较为隐秘，外部人员在不熟悉奥布地形的情况下，将很难发现小之岛的存在。随着第3次世界大战重组战争的结束，全世界得以迎来了全面复苏时期，于是奥布抓住这一历史机遇，大力开展了以重工业和高科技为中心的投资建设。得益于岛上活火山提供充足的地热资源和技术进步，让奥布有条件实现了基本的能源自主，加上来自东亚地区的移民不断流入奥布，最终促使奥布成功走上了经济发展的高速通道，很快就让这个曾经还是以农业和热带雨林为主的奥布，迅速就进入到了以工业为主的现代化国家。原先岛上人口聚集的平原地带，在很短时间内就发展成了大城市，尤其是处于东南位置的首都欧罗法图，其城市规模和发展水平足以比肩世界知名的大都市，一栋栋高楼大厦就像是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，造就了欧罗法图十分繁荣的景象。能取得如此发展成果，仿佛是过去的经济奇迹再现一般。紧接着，奥布为了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和保障自身的经济果实，便把重点发展目标放在了军工和宇宙开发上。为此，奥布从外部积极引入各方面的人才，即便是在国际上备受争议的调整者，奥布也选择了较为宽容的态度积极引进，通过做好政策等配套措施，来让他们积极参与到奥布下一个阶段的发展当中。于是，在奥布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红利加持下，奥布引进调整者没有给自身带来巨大冲击，因而整个社会仍保持着较为和谐的状态。
当时间进入到 CE29年时，随着首位调整者乔治·格伦完成探险，从木星返航，全世界由此就掀起了开发宇宙的狂潮。于是，在这个背景之下，奥布在第2年就正式开启了开发宇宙的计划。该计划其中一个项目就是质量加速器，可大幅度提升航天器的运载能力，用于开展宇宙开发项目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由于奥布建设用地较为短缺，不得不让质量加速器的选址放在了南部的辉月岛等4座岛屿上。除了主要设施放在辉月岛上之外，剩下的发射轨道部分则将4座岛屿直接连接了起来。就这样，在有了质量加速器以后，奥布就很顺利地在 L3 的位置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宇宙殖民星。该宇宙殖民星取名为赫利奥波利斯，其主体部分的一端与一颗小行星进行相连，这样以便对小行星上展开资源开采作业活动。而且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的体积十分庞大，除了开采资源的矿区和配套的港口之外，在殖民星内部还设有居民区、学校、工厂等等。可以说，整座殖民星就具备了一座城市的完整功能，完全能够满足大量人员在宇宙中长期生活的需要。而除了开发宇宙之外，奥布还将重点发展目标放在了高科技和军工之上。为此，奥布通过曙光社建立起了相关的产业集群，使其具有国营企业性质，方便集中资源发展军工产业。很快，除了坐落在玉能奇旅岛上的曙光社总部和配套产业之外，曙光社还在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上建立了相关工厂和研发设施。后来，为了进一步增加产能，奥布还兴建了一座名为天之玉柱的轨道空间站。该空间站实际上是曙光社用于生产武器装备的太空工厂。该工厂可利用微重力环境专门生产一些重要的装备，比如给机动战士使用的发炮金属装甲，就是通过天之玉柱工厂的微重力环境制造出来的。而当第一次 Plant 和地球联合的战争爆发后，随着扎夫特机动战士的兴起，这座工厂在增加产线后也具备了生产机动战士的能力。其他地方，曙光社在小之岛还设有秘密设施，用来存放一些尖端装备等重要资产，以便奥布在遭遇到非常情况时，通过启用这些关键资产来帮助奥布度过危机。比如奥布后来全力研发的拂晓高达，在完成研发后就存放在了小之岛的秘密设施内。到了后来，奥布本土遭到扎夫特大规模进攻，拂晓高达启用后就发挥出了重要作用，使奥布国防军成功挡住了扎夫特的进攻，为最后取得胜利创造了转机。由此可以说，曙光社是奥布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，也是奥布屹立于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底气所在。自奥布完成建国开始，就成立了国防军来承担奥布的国土防卫职责。其整个军队分成了3个军种，这3个军种分别是国土防卫部队、海军和宇宙军。这其中的国土防卫部队对应到其他国家的军队，相当于是陆军。该部队由于受奥布陆地面积太小的影响，没有多少陆地空间给予国土防卫部队展开作战，因此作为岛国的奥布，长期以来将建军的重点方向就放在了海军上。体现在奥布国防军上，不但拥有规模庞大的舰队，也体现在奥布的军工上拥有强大的造船和研发能力，甚至在 CE73年时还拥有围绕大型航母打造的远洋舰队。可以说，仅凭奥布的海军实力，就足以让奥布进入到世界军力排行的前列。而与海军不同的是，作为新锐军种的宇宙军规模则就比较小，所建造的出云级宇宙战舰前后总共就只建造了4艘，跟扎夫特和地球联合军相比几乎不值得一提。但在宇宙舰艇的开发上，奥布延续了在水面舰艇上强劲的研发实力，所开发的宇宙舰艇不但比肩扎夫特和地球联合军的宇宙舰艇，甚至在部分性能上还有所超出，这让奥布的宇宙军在几次重要战役当中成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，为奥布在宇宙的较量中赢得了一席之地。另一方面，奥布国防军也跟其他国家的军队一样使用了军衔制，具体而言就是承袭了过去东亚岛国日本的军衔制，其军衔分成了军官和士兵2种衔级，这其中的士兵衔级分成了2等8个衔级，也就是士和曹各4个级别，而军官衔级则分成了3等8个衔级，分别是将、佐、尉这3个等级。而有所调整的地方是，奥布将最高级别的将军只授予作为统帅的国家元首1人，因此来自军队系统的人员最高衔级也就只能升到准将这一级。然后除了军衔之外，还需要注意的是，奥布的军服在 CE73年时发生了重大变化。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原因，是在第一次 Plant 和地球联合的战争时期，由大西洋联邦率领的地球联合军攻占了奥布，但在战争结束后，随着尤尼乌斯条约的签订，
让奥布得以复国，恢复了原来的领土。因而奥布决定更换军装，以新的面貌来迎接这样一个历史时刻，继续承担守卫国土的职责，来为奥布的未来保驾护航。由于从奥布建国开始，就不断有来自东亚岛国的移民流入，这就使得这部分移民在奥布的人口当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比例，所带来的影响让奥布承袭了东亚岛国大部分的文化和风俗，包括整个国家的通用语言使用的也是日语，而且奥布的政治体制也基本沿用了东亚岛国的政治结构，其政治最高权力机构同样也是采取两院制的国会，也就是上议院和下议院这两个部分。虽然奥布在政治上并不存在国王或皇帝之类的君主，但有设置首长来作为国家的元首，而且首长不通过选举制度产生，而是在奥布这5大历史悠久的氏族中选出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5大氏族还在国防部、曙光社等国家中枢担任核心位置，这也就意味着这5大氏族实际上还是奥布首长的内阁。反过来，奥布首长在作为国家元首的同时，也是内阁总理大臣。算上前面提到的奥布国防军的最高统帅，也是由奥布首长担任。由此可见，奥布首长在政治权力结构当中是3位一体的绝对存在。这相当于奥布的国家权力牢牢地掌握在了5大氏族的手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奥布的5大氏族并非固定不变，如果发生重大情况，原有的5大氏族可以被下级氏族上位取代。比如原5大氏族之一的萨哈特家族，就是在家族代表人隆德密纳萨哈特宣布脱离奥布后，被奥布另一个氏族塞兰家族所取代。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，奥布的国家权力还存在着一定的流动性。另一方面，5大氏族对家族后继者并不一定要求血缘关系，即便子女是养育关系，也能继承家族来获取担任奥布元首的资格。因此卡加利作为阿斯哈家的养女，是完全能够继承阿斯哈家族，进而成为奥布的首长，但这并不代表卡加利就能够坐稳奥布首长位置。因而卡加利一度为了巩固自身权力，不得不接受了与塞拉家族进行联姻，希望借此打破僵局来引领奥布政治走向。之所以卡加利要做到这个地步，也是为了让奥布继续贯彻上一任奥布首长的中立国策，由此让奥布回到政治稳定、经济繁荣的状态。不过很遗憾，奥布终究属于是小国，自身的实力并不足以支撑靠一个中立政策置身事外，反而是不切实际的中立政策让奥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让建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险些就全部毁于一旦。